萨凡娜是一位充满理想的年轻女性，为了追求事业发展，她在20岁那年只身前往了加州尔湾市。然而仅仅过了6个月后，意外就发生了，凶残的歹徒在公寓里残忍剥夺了她的生命。案发后，警方很快发现了关键证据，他们也非常有信心能够解决这起案件。但事情的发展并不像预期的那样，办案过程中发生了一件难以置信的事情，差点让凶手永远逍遥法外。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这起案件。大家好，我是大熊。今天分享的案例发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尔湾市，这里位于加州西南部，距离洛杉矶仅75公里，常住人口大约30万人，是奥兰治县的一座城市。尔湾市拥有全美领先的城市规划和宜人的太平洋海岸线气候，这里不仅拥有加州出名的阳光，还有富于创业精神的商业环境，以及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等优秀学府。优良的学区和理想的治安状况吸引了许多人，特别是华人前来定居，是当今全美热门的置业城市之一。主人公萨凡娜·安德森出生于1956年12月6日，案发时年仅22岁。萨凡娜成长在犹他州盐湖城，她性格外向，充满理想，是个非常聪明独立的女孩。成年后，萨凡娜一直在寻找各种机会，她渴望通过努力过上想要的生活。于是在22岁那年，萨凡娜离开家乡，来到了加州尔湾市。她在当地找了一份商业信贷的工作，这不是一份轻松的工作，但萨凡娜有自己的想法，她能通过这份工作接触到各行各业的人，同时也能积累大量人脉。所以仅仅3个月，她就认识了许多新朋友，其中一位就是她的男朋友比尔。比尔比萨凡娜大9岁，两人在一次租房的时候偶然相遇。尽管年龄相差许多，但萨凡娜喜欢比尔的成熟和稳重，于是他们很快确定了恋爱关系。两人在交往期间感情非常稳定，发展的速度也很快。大约6个月后，比尔就发起了求婚。那天，比尔送给萨凡娜一枚钻戒作为订婚礼物，萨凡娜也向比尔点头说了我愿意。然而不幸的是，仅仅过了1天后，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就降临在了萨凡娜身上。1979年5月14日晚上7点20分，当地警局接到了比尔的求助电话。比尔告诉警方，今天一整天他都没有联系上未婚妻萨凡娜。萨凡娜的汽车就停在公寓外面，但是房间内没有任何动静，敲门也无人回应。他非常担心萨凡娜可能在家遇到危险，希望警方尽快上门帮忙检查一下。接到通知后，警方迅速赶到现场，在公寓外面查看了一圈后，他们很快发现了异常现象。卧室一侧的窗户没有上锁，里面的窗帘也有拉扯的痕迹。于是警方决定进入房间检查一下。他们通过那扇没有上锁的窗户爬进了房间，映入眼帘的是一个非常血腥残忍的案发现场。卧室的床上到处都是血迹，萨凡娜穿着整齐的衣服，脸上盖了一块毛巾，一动不动地躺在了上面。她的尸体看起来非常干净，与周围血红的床单形成了鲜明对比。掀开毛巾和衣服后，警方看到了隐藏在下面的伤口。萨凡娜的头部有多处钝器击打痕迹，脖子上还有一道明显的勒痕，手臂上有许多防御伤口，身上到处都是抓伤和淤青。根据这些发现，警方判断凶手事后清洗了萨凡娜的尸体，并且给她穿戴好了衣服。通过进一步检查，他们也确认了这一点。卧室的地毯上有一处通往浴室的拖拽痕迹，浴室内有明显使用过的迹象，水池和浴缸上都有被水稀释过的血迹。案发现场没有强行闯入的痕迹，也没有找到作案的凶器。不过他们发现了最有力的证据，一名凶手遗留在门框上的带血掌纹。掌纹和指纹一样，都是唯一的，所以这个证据足以让警方确认作案凶手。于是他们马上展开了调查工作。通过了解萨凡娜的人际关系，警方怀疑她的男朋友比尔可能与这起案件有关。比尔在报警时声称，他一整天都没有联系上萨凡娜。正常情况下，他应该及时报警，而不是等到晚上。此外，两人刚刚订婚，并且一直在准备结婚的事情，这也引起了警方的怀疑。他们推测，两人在商量结婚事宜的时候发生了争执，导致比尔失去理智，犯下了这起案件。考虑到这种情况，警方马上对比尔进行了问话。比尔告诉警方，他们正处在热恋期，没有感情问题，也没有发生过任何不愉快的事情。
最后一次见到萨凡娜发生在前一天，这天他们在几位朋友的见证下完成了求婚仪式。结束后，他们又去了萨凡娜的公寓商量结婚的事情。由于明天一早他们还要忙各自的工作，所以这天晚上他没有在萨凡娜家过夜，大约10点左右就回家休息了。离开公寓之前，他们发生了关系。第二天一早，他给萨凡娜打了好几次电话，准备商量晚上下班后见面的事情，不过萨凡娜一直没有接听。一开始他以为萨凡娜可能出去工作了，也就没有特别在意。直到晚上下班后，他去了萨凡娜的公寓，发现事情有些不对劲，于是便拨打了报警电话。比尔在整个对话过程中表现得非常配合，他想尽了一切办法，试图帮助警方寻找线索。除了不愿意接受测谎以外，比尔主动提供了自己的掌纹，并且让警方检查了身体。通过比对掌纹的方式，警方最终排除了他的作案嫌疑。案发第二天，警方拿到了详细的尸检报告。检测结果表明，萨凡娜的死因为窒息，死亡前曾遭遇过侵犯。通过分析胃里的食物消化程度判断，她的死亡时间大概在14日凌晨时分。这也就说明凶手在比尔离开的几个小时后实施了犯罪。掌握了这条线索后，警方又到萨凡娜租住的公寓进行了检查。这座公寓位于一个比较安全的社区，物业为了保障业主的安全，提供了24小时保安巡逻服务，这也是萨凡娜选择居住在这里的主要原因。物业管理人员告诉警方，案发那段时间有2名保安负责在萨凡娜公寓附近巡逻，他们分别是罗伯特和查克。2人的交接时间在午夜12点，罗伯特负责上半夜，查克则负责下半夜。警方认为萨凡娜下半夜遇害的可能性比较大，于是他们首先对查克进行了询问。查克表示，这天晚上他一直在负责的区域内认真巡逻，他没有看到过异常现象，也没有听到过可疑的动静，他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。警方对查克的说法表示怀疑，他们详细询问了当晚巡逻线路以及具体时间。然而这些问题查克一直给不出明确答复。沉思片刻后，查克向警方承认他说了谎话，实际上那天晚上他没有认真巡逻，在和同事交接完工作后，他就把车开到停车场休息了。一开始没有说实话的原因，主要是他有所顾虑。案发前段时间，萨凡娜不小心把钥匙锁在了房间，那天他刚好值班，于是就帮忙撬开窗户，拿出了里面的钥匙。原本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，以前他也经常帮其他业主这样做，但是现在萨凡娜遇害了，他担心自己可能会卷入其中，所以才不想和警方过多谈论这些事情。听完查克的描述后，警方再次向他追问案发那晚有没有看到过异常现象。查克认真回想后告诉警方，那天晚上他大部分时间都在车里睡觉，没有注意到哪里不太正常。如果非要让他说的话，他感觉同事罗伯特表现得有些可疑。那天晚上在交接工作的时候，罗伯特消失了一段时间，他沿着执勤的线路转了好大一圈，也没有找到罗伯特。大约过了20分钟左右，罗伯特光着膀子来到了他的车前。当时他对罗伯特不穿衣服的行为感到有些奇怪，不过转头一想，他认为罗伯特可能太热了才脱了衣服，所以也就没有在意。交接完工作后，罗伯特就开车离开了。大约凌晨3点左右，他躺在汽车上睡觉的时候，突然听到了砰的一声汽车关门的声音。他感觉这个声音有些奇怪，于是就打开车灯准备下去查看一下。就在这时，他看到罗伯特又出现了。罗伯特说他肚子有些饿了，想要邀请他吃宵夜，于是他们又一起去了一家24小时餐厅。吃过宵夜后，他就回到了工作岗位。截止到下班这段时间，社区内一直相安无事，没有发生过其他可疑现象。查克的说法很快引起了警方的注意，他们认为另一名保安罗伯特也非常可疑。不过查克同样也是一位潜在的嫌疑人，于是审问结束后，警方采集了他的掌纹信息。通过比对凶手掌纹的方式，警方排除了查克的作案嫌疑。接下来警方又对第2名保安罗伯特进行了问话。罗伯特表示，那天晚上他们在交接工作的时候确实出现过小插曲，不过主要原因是同事查克没有按时上班，他在那段时间为了业主安全又去了其他地方巡逻。在和查克交接完工作后，他就开车回家了。原本他打算在家睡一觉，明天一早再去处理一件着急的事情，但是当他收拾完东西的时候，时间已经不早了，再过几个小时天都要亮了，所以他为了不耽误明天出门，就放弃了睡觉的想法。
由于在家闲来无事，加上肚子有些饿了，于是他就打算找同事查克一起吃宵夜。大约凌晨3点左右，他开车回到了工作单位，找到查克后，他们就去了餐厅。当时接待他们的服务员可以证实这一切。警方对罗伯特的说法半信半疑。据他们了解，罗伯特和查克仅仅是普通同事关系，平时在生活中也没有什么来往。罗伯特大半夜请查克吃宵夜，怎么看都有些不太正常。不过警方没有进一步调查，因为他们已经掌握了凶手的掌纹信息，所以他们认为没有必要纠结这个问题，只需要对比掌纹就能验证罗伯特是否是凶手。于是他们采集了罗伯特的掌纹进行了比对，通过这种方式，罗伯特也被排除了作案嫌疑。接下来的一段时间，警方调查了上百位嫌疑人，排查了大量有犯罪前科的人员，不过仍然没有抓到凶手。最后他们不得不考虑萨凡纳可能被当地一名已知的连环杀手所害。这名罪犯代号叫卧室捕食者，他的作案手法与本案非常相似，几乎全都是通过未上锁的窗户爬进房间，使用钝器敲晕受害者后再趁机实施犯罪。当时为了抓到这名罪犯，南加州各警局联合成立了特别侦破小组，因此警方暂缓了萨凡纳案件的调查，他们打算等这名罪犯落网后再进行并案处理。不过调查工作进展的并不顺利，萨凡纳的案子因为这名歹徒迟迟没有落网，逐渐陷入停滞。1984年2月，萨凡纳遇害的近5年后，本案迎来了转机，当局抓获了一名疑似是卧室捕食者的罪犯，萨凡纳的案子也因此得以重见天日。比较幸运的是，这次萨凡纳的案子分配到了一名叫蒙哥马利的警探手里。蒙哥马利是一名新上任的警探，虽然没有很多办案经验，但是他非常认真负责。在接手了萨凡纳案子以后，他很快发现了本案中存在的不合理的地方。蒙哥马利警探认为，萨凡纳的案子与卧室捕食者没有关系，因为这名罪犯的作案方式非常血腥，从来没有出现过事后清理受害者尸体的情况，反而是案发当晚那2名值班的保安看起来比较可疑。通过查询当年的审讯记录，蒙哥马利警探把注意力放在了上半夜值班的保安罗伯特身上。罗伯特在交接班的时候消失了20分钟，他声称在这段时间没有见到同事，又去了其他地方巡逻，但是这种说法并不合理。罗伯特从事的不是一份高薪工作，所以他没有动机无偿加班。正常来说，他应该待在原地等待同事接替下班，而不是在这段时间又到其他地方巡逻。另外，罗伯特在出现的时候上半身没有穿衣服，所以大概率他的衣服上有不想让人看到的东西，而这个东西很有可能就是血迹。最为可疑的是，罗伯特大半夜无缘无故返回工作地点请同事吃宵夜的行为。罗伯特和查克只是普通的同事关系，并不是朋友。如果他真的想吃宵夜，完全可以自己去餐厅，没必要绕一大圈再返回工作单位，所以他回来肯定另有目的。蒙哥马利警探知道，当年罗伯特已经通过掌纹排除了作案嫌疑，但是鉴于这些无法解释的疑点，他还是提出了重新检测的要求。这次蒙哥马利把相关物证送往了更加权威的犯罪实验室，几天后他就得到了一个震惊的结果，罗伯特的掌纹与凶手完全一致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？原来是当年检测掌纹的工作人员犯了一个致命错误，他在进行比对工作的时候把凶手的掌纹拿反了，镜像过的掌纹即便一样也不可能会匹配。说到这里，咱们再简单了解一下掌纹是如何采集的。通常来说，采集掌纹或者指纹分为2种情况，一种是比较清晰的纹路，这种只需要在纹路表面涂抹一些黑色的粉末，然后再通过专用的采集卡就可以把纹路粘在上面。还有一种情况是不太清晰的掌纹或者指纹，这种就需要使用加热胶水的方法，先把纹路加强一下，然后再进行采集工作。本案中使用的就是第2种方法。通过案发现场的照片可以看到，当时物证采集人员在掌纹附近只做了上下标注，没有标明左右，所以这也可能是导致掌纹鉴定人员产生错误的其中一个原因。但是不管怎样，这是一个非常致命而且非常低级的错误。掌握了这个关键证据以后，警方马上对罗伯特进行了审问。在证据面前，罗伯特终于交代了所有犯罪经过。案发那晚11点左右，罗伯特在外面巡逻的时候，透过窗户看到了萨凡纳。罗伯特一直对萨凡纳非常迷恋，经常幻想和他发生一些亲密的事情，尤其是今天晚上，这种感觉异常强烈。
于是在欲望的驱使下，罗伯特通过窗户悄悄爬进了萨凡娜的卧室。当时萨凡娜正在客厅打电话，她完全没有察觉到罗伯特。大约凌晨12点左右，萨凡娜结束了通话，准备回到卧室上床休息。这时藏在床边的罗伯特突然冲了出来，萨凡娜吓坏了，她开始不由自主地大喊大叫。罗伯特担心尖叫声会引起周围人注意，于是掏出随身携带的警棍殴打并窒息了萨凡娜。作案结束后，罗伯特意识到已经错过了换班时间，必须要赶紧离开。于是他脱掉了沾满血迹的衣服，火速赶往了交接地点。在和同事查克交接完工作后，罗伯特回家换了一身衣服，重新回到了案发现场。这次他来的目的不是清理犯罪证据，而是满足自己的欲望。至于为什么要清理尸体，又为什么要给尸体穿上衣服，在这里我就不太方便解释了。大约凌晨3点左右，罗伯特达成了自己的目的，准备悄悄离开。然而他刚一上车，就看到同事查克的汽车亮起了大灯。罗伯特感觉查克可能看到了他，如果直接离开的话，肯定会引起怀疑。于是罗伯特主动走上前，故意说回来是为了请查克吃宵夜。正睡意朦胧的查克也没有多想，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蹭了一顿宵夜。1986年11月4日，萨凡娜遇害的7年后，此案进入了审判流程。罗伯特·塞勒斯因1级谋杀罪等多项罪名被判25年至终身监禁。1999年服刑13年后，罗伯特死在了监狱里。好了，本期案件分享到这里也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，请帮我点赞加关注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我是大熊，下期见。